參宿4這顆看似安穩掛在天邊的紅色星星，它最後一步要怎麼走？背後很可能藏着一個足以改寫天文學課本的驚天秘密。參宿4一出場，就把我們自家引以為傲的太陽襯托得像個又小又老的燈泡，不論是個頭、亮度還是氣勢，都把太陽壓得死死的。這顆待在獵戶座肩膀上的紅超巨星，直徑大約是太陽的1000倍，亮度能達到太陽的10000倍，質量也差不多是太陽的20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宇宙巨無霸。然而，讓它成天被天文學家追着看的原因，並不只是它塊頭大的嚇人，還有一連串古怪又耐人尋味的行為模式。總有那麼一天，參宿4會以一顆龐大超新星的方式轟然炸裂，帶來一場亮到白天抬頭也能看到的宇宙煙火表演。可是在最近這些年裡，這顆恆星給研究人員不斷加戲，亮度忽明忽暗，不按規律的脈動，再加上轉得出奇的快，讓一大堆新問題接二連三冒出來。不過，就在大家困惑不已的時候，天文學家突然有了一個足以讓人眼前一亮的驚人發現。最新的觀測結果顯示，原來參宿4並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待在那兒，他身邊其實還有同伴相伴而行。他一直悄悄地帶着一個以前被我們忽略的夥伴，這個夥伴不僅悄悄左右着參宿4的各種表現，還可能替我們解開一整串讓人興奮的宇宙謎題。所以不妨跟着看到最後，咱們一起來看看參宿4和這顆搭檔明星到底在背後合演着怎樣一出秘密大戲。在過去幾十年裡，參宿4始終讓專家們心裡發緊。研究人員在數據裡一遍又一遍撞見各種說不清、理還亂的奇怪現象。大體來說，這顆獵戶座肩膀上的星亮度會周而復始的起伏變化，每一個亮暗週期持續多久都不太一樣，像是節奏忽快忽慢的心跳。更具體一點講，除了那種短時間內一閃一閃的亮度脈動之外，還疊加着歷時更久的大範圍亮度變化。這種單雙節奏混在一起的現象，多年來一直讓科學家摸不着頭腦。但從2019年10月開始，參宿4的亮度忽然來了個更猛的跳水，一下子暗得離譜，立刻點燃了各種讓人熱血沸騰的猜想和理論。為了讓大家更容易跟上後面的內容，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小科普，把關鍵概念說清楚。在天文學裡，有一個叫星等的單位，專門用來表示我們從地球上看到的那顆星到底看起來有多亮。它的規則有點反直覺，數字越小，星星看起來就越亮；數字越大，說明它在夜空中越不顯眼。參宿4平時的平均亮度大約在 0.58 等左右，按理說是夜空裡最扎眼的明星之一，但那段時間它卻一路暗到 1.61 等。結果就是在獵戶座一帶，它一下子被至少20顆更亮的恆星給比下去了。而擺在科研人員面前的核心問題當然是，究竟是什麼讓它突然黯然失色？有些研究人員立刻聯想到，這是某種災難性大事件的前奏，而參宿4這位主角遲早要迎上這場命運中的巨變。因為作為一顆紅超巨星，參宿4已經走到了恆星生命的暮年。按規律，它終究會以一場劇烈的超新星大爆發為自己的一生畫上句號。那這到底會有多誇張呢？我們不妨用一個更具體、好理解的例子來說明。現在參宿4的亮度已經是太陽的10000倍左右了，可一旦爆發成超新星，它的亮度還會在這個基礎上再暴漲大約 1.6萬倍。到那時，它的絕對星等有望達到驚人的18等，差不多能跟滿月一較高下。
甚至在白天抬頭看天，都有可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的身影。但現在我們也清楚，這樣的場景暫時還只是天文學家推算中的藍圖，對現今的人類來說，依然是個遙遠的宇宙盛宴預約。事實證明，幾年前那次大幅度變暗和超新星爆炸沒什麼關係，而是參宿4自己噴出去的一大團塵埃雲擋在了我們和它之間。這些噴出的物質像一層厚紗一樣把恆星包了起來，讓它暫時看起來暗了很多。不過到2020年4月底，隨着塵埃逐漸散開，它在我們眼中的亮度又回到了正常水平。接下來要說的是另一個讓人撓頭的問題，所謂旋轉之謎。參宿4難道真的轉得離譜的快嗎？這顆龐然大物給科學家拋出的第二個難題，就是它看上去異常迅猛的自轉速度。通過射電望遠鏡的精確測量，人們發現這顆紅超巨星的自轉大約是每秒15公里，遠遠快過理論模型裡對同體型、同年齡恆星的預期值。按常理，大質量恆星一旦膨脹成超巨星，個頭變得巨大，外層物質不斷流失，自轉本該像大風車慢慢停下來一樣漸漸減速。可是參宿4看起來好像完全不走尋常路，把這條規律甩在了一邊。或者說，它真的是在打破規則嗎？這恰恰就是擺在天文學家面前最需要仔細拆卸和回答的關鍵問題。一種猜測是，參宿4可能早年吃掉過一顆更小的伴星，把那顆星的角動量也一起拽進了自己的外層，從而讓自己轉得比正常情況要快。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也有可能只是被宇宙制造的一場海市蜃樓給騙了。說白了，那種看上去驚人偏高的自轉速度，很有可能只是一種觀測上的錯覺，並不是真實的整體旋轉。在參宿4的表面，鋪滿了一個個巨大又翻滾的等離子氣泡，也就是我們說的對流單元。它們負責把恆星內部的熱量和物質不斷往外搬運。這些劇烈翻湧的運動會在恆星大氣裡制造出各種局部氣流和溫度變化，從而影響它發出的光子，讓我們在地球上測到的光譜和速度看起來亂了套。於是從觀測數據上看，好像整顆恆星在飛快自轉，但實際上可能只是表面在沸騰，整體並沒有轉得那麼誇張。換句話說，我們望遠鏡看到的未必是整個星體的真實轉動，而很可能只是表層那一層亂成一團的運動，結果自然把測量數值給扭曲了。但目前為止，科學家還說不準到底是哪一種解釋更接近真相，證據還不夠徹底把其中一個排除掉。不過有一點已經基本可以確定，參宿4至少在過去幾百年裡都對我們藏私，它其實一直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那研究人員究竟是怎麼一步一步把這位隱藏搭檔從暗處揪出來的呢？要搞清楚專家們如何鎖定這顆夥伴星，我們得先把參宿4那些反覆亮暗變化的老問題再簡單回顧一下。除了大家已經熟悉週期大約400天一次的短期脈動之外，天文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大約6年一輪回的細微亮度波動，而對後者的成因，長期以來都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解釋。後來，紐約 Flatiron 研究所的團隊算來算去，發現這些亮度起伏恰好和一顆質量大約為 1.7 個太陽質量緊緊繞着參宿4運行的伴星軌道變化非常吻合。可問題就來了，為什麼這樣一顆恆星級的伴星居然能在我們眼皮子底下藏了這麼久都沒被發現？這才是讓人納悶的關鍵所在。要知道，人類觀察參宿4可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的，它從古代星圖和文字記錄裡就已經是老熟人了。
原因在於，這對星系搭檔的組合實在太不對稱了。正是這種極端不平衡，讓那顆小的伴星可以輕易躲在巨大的主星光芒之下。簡單說，個頭大得多的參宿4把視線全部搶走了，而那顆較小的伴星又在距離只有參宿4半徑 2.4 倍左右的近軌道上貼身運行。這讓我們從地球上想單獨把它分辨出來，就更難上加難。儘管這顆伴星在體積和質量上都遠不如參宿4，但它對整個系統的影響仍然清晰可見，並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角色。從地球的方向來看，當這顆伴星剛好跑到參宿4背後時，系統的那種刺激周期亮度就會降到谷底。相反，當這兩顆星在軌道上彼此靠得特別近時，它們的光加在一起會達到一個小高峰，而故事並不止於此。另外，這顆伴星還可能攪動參宿4周圍的塵埃雲，讓這些物質重新分布，從而進一步強化那種時明時暗、周期性閃爍和變暗的現象。雖然這些解釋在理論上聽上去很順理成章，但最終還得靠眼見為實。而天文學家就在幾個月前，終於做到了這一步。借助夏威夷雙子座北望遠鏡上的斑點成像設備，研究人員第一次在照片裡清楚地分辨出這顆安靜的伴星，給了它鐵證如山的直觀證據。從那以後，大家就給它起了個頗有趣味的昵稱——參宿4夥伴 （Beetle Buddy）。雖然這只是個綽號，並不是正式學名，它真正的正式名稱叫斯瓦哈 （Sawarha）。這個名字可不是隨便一拍腦袋起的，因為參宿4在阿拉伯語中的名字原意是女巨人的手，而 Sawarha 則有她的手鐲之意。主星是手，伴星就是戴在手上的飾物，寓意非常貼切。不過，天文學家們真正收穫的不僅是一個好聽的名字和幾張清晰的照片，更是一整套跟這顆伴星有關、讓人精神一振的新發現。研究顯示，斯瓦哈的質量大約是太陽的 1.5 倍，它發出偏藍白色的光，這說明它只有大約1000萬年的年齡，還算是一顆青春期的年輕恆星，核聚變的爐火才剛剛燒旺。雖然從宇宙的時間尺度來看，斯瓦哈現在還正值輝煌的少年時期，但它真正能無憂無慮、發光發熱的好日子，其實已經開始倒計時了。決定它命運的關鍵，並不是將來參宿4那場驚天動地的超新星爆發，而是它自己那條正在一步步收緊的軌道，讓斯瓦哈越繞越近地貼向參宿4。按目前的估算，再過大約1萬年左右，它可能會靠近到幾乎要被參宿4強大的潮汐引力撕扯開來的程度。1萬年放在宇宙幾十億年的年表裡，確實只是眨眼一瞬，但對人類文明來說，卻已經是一段足夠長的時間去持續觀測、慢慢研究斯瓦哈的演化過程。最近，天文學家通過錢德拉 X 射線望遠鏡配合哈勃望遠鏡的紫外相機，對這個系統展開了更深入的聯合觀測。這些數據最終證實了此前的猜測：斯瓦哈並不是一顆已經燒完油的白矮星或中子星，而是一顆還在積極燃燒的年輕恆星。除此之外，研究還再次強調了這一雙星系統中那種極端不對等的關係結構。個頭明顯較小的伴星，進化節奏反而慢很多，像是被按下了緩慢播放鍵，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在最新一輪觀測分析中，科學家又把它的質量估計值往下調了一檔。現在看來，斯瓦哈的質量很可能還不到太陽的 1.1 倍，比之前想象的更輕一些。相對而言，參宿4的質量則大約是我們的太陽。
這個為地球提供熱量和能量的生命之源的19倍左右。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斯瓦哈想象成在這位威嚴超巨星龐大身影下長大的一顆小星星，他自己還半埋在早期形成時的氣體和塵埃鹼裡，而身邊那位巨大的同伴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即將迎來雷霆般謝幕的階段。當然，不管是專業天文學家，還是愛抬頭看星星的民間愛好者，心裡最想問的一句話都一樣：參宿4到底會在什麼時候以那種驚天動地的爆炸方式離開舞台？遺憾的是，現階段我們完全沒辦法給出一個準確到年份甚至世紀的答案。不過，從宇宙幾十億年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人們可以合理地說，這顆恆星離變成超新星其實已經不算遠了。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一刻會出現在1000年以後、10000年以後，還是10萬年以後。時間範圍實在太大，很難縮小。這是因為紅超巨星內部的核聚變過程本身就極其複雜、不穩定，再加上強烈的恆星風、持續的自轉和劇烈的對流，一刻不停地在改寫它的內部結構。在這種紊亂的內部環境裡，恆星在真正爆炸前往往不會給出什麼穩定、可靠、能讓我們提前判斷的預警信號。我們現在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這顆龐大的恆星一定會在宇宙中綻放出一場色彩與能量都極其驚人的天體煙火秀，亮到足以把大片夜空照得如同白晝一般。